来看这个视频，一辆豹二坦克正在开炮，注意看它接下来的动作，炮口抬高了一下，然后再落下，又继续开炮了。所以这个抬炮口的动作是在干什么呢？是为了抬高之后方便把炮管里面的烟雾给释放出来吗？但你看啊，使用同一门火炮的埃布拉姆坦克呢，在开炮之后却完全就没有这个动作，难道它就不用吹烟了吗？肯定不是啊，那么就另有答案了。其实豹二把外面的炮管抬起来呢，是为了方便里面的，因为此时呢，炮塔里面的炮手啊，正在紧张地从他身后的弹药仓里面取出炮弹，扛起来，转过身，再小心地塞进炮尾。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并不复杂，但是当操作对象是一个重达25公斤的玩意儿时，就应该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如何省力了。显然，把它抬到腰部和抬到胸部所用的力气是不一样的。这是豹二炮塔内拥挤的画面，可以看到炮尾其实已经离后壁相当的近了，以至于炮手只能站在侧面来操纵火炮，而且他的站位还非常的矮，炮管的高度呢都已经快到他的肩部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装弹，即使换成斯瓦辛格，估计也坚持不了太久的。他有可能进不来啊，估计到了胸肌那儿就会卡住的。所以啊，豹二的解决方案就是，不管炮管瞄着哪边打，只要是需要换炮弹呢，都会把炮尾给降到一个固定的低位的。所以在外面看起来呢，炮口不就抬起来了吗？它叫做定角装弹。可美国的埃布拉姆为什么不用呢？人家空间大，炮手还站得高嘛，所以就可以站到炮尾的后面，只用把炮弹抱到及腰的高度就能塞进去了。这样再动炮管的角度呢，就没有太大必要嘛。它叫做任意角装弹。从装弹效率和发射速度来看呢，肯定是要高于豹二的。但你会不会奇怪啊？既然他俩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蓝银金属120毫米滑膛炮，为什么在装弹方面却有着这么大的区别呢？先放2张对比照片，看看你能不能自己悟出点啥来。好，从炮塔外面来看呢，埃布拉姆的炮管是不是明显就要比豹二 A5 的更长一些啊？这个跟他们火炮耳轴的安装位置有关。耳轴就是火炮上下转动时绕着的那根轴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如果把耳轴尽量朝炮塔的前面放，自然就能够为炮塔的内部省出更多的空间了。豹二和埃布拉姆都是这么干的，或者说在早期的豹二上是这么做的啊。不过由于早期豹二炮塔的装甲呢并不厚，即使是把耳轴紧贴着炮盾来安装，也会有一大截伸在炮塔内，所以只能在一开始就很无奈的选择了抬高炮管的定角装弹。另一边，埃布拉姆的炮塔则从一出生就皮糙肉厚，所以火炮的耳轴就能放得更靠前，内部空间就显得富裕很多了。好吧，如果一开始有差别还说得过去，但是当豹二都发展到了 A5， 它的炮塔装甲也已经明显变厚了不少啊，为什么还不重新设计一下，把耳轴往前移呢？估计就是为了省钱了啊。其实后续的 A5、A6 沿用的还是 A4 的那个基础炮塔，只是在前部挂上了附加装甲，让炮塔显得更长而已。看起来啊，德国人果然是很老派啊，是要把抬头的传统进行到底啊。如果把二战中那几辆最有名的坦克放在一起，比如美国的希尔曼、苏联的 T-34和德国的虎豹放在一起的话，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是美国和苏联的坦克炮塔要更圆一些嘛。你看，难怪大家都会叫它蟹馒头了啊。而德国的坦克炮塔呢，却是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为什么？最简短的答案是他们一个是铸造的，一个是焊接的。可再要往里面再问一层呢，为什么美苏要用铸造炮塔，而德国要用焊接炮塔呢？答案就有点意思了啊。是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吗？不一定啊。其实不管炮塔是铸造还是焊接的，都各有优缺点，咱们分别来看看啊。先说焊接的，它拥有更好的质量控制，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生产设备，以及通常情况下能够以更轻的重量提供相同的防护。但是它大大增加了工时，以及增加了对工人技术的要求嘛。反过来呢，铸造它生产加工的速度可要更快啊，可以制作形状更加复杂的物体了，尤其是对带有复合曲线和角度的表面而言，几乎就只能选择铸造了。所以如果你想要的是一个圆形的炮塔的话，那么就只有铸造这一种选项了。而恰恰圆形炮塔通常比扁平炮塔更能够弹飞炮弹，于是这也算作是铸造的一个优点啊。但是它需要大型、重型、昂贵的机床以及更多的原材料。好，那么说到这儿，其实你大概已经明白德国人选择焊接的逻辑了吧？
首先呢，他们本来就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是基础设施呢却比较陈旧嘛，没有那么多的大型机床，再加上他们的这些工厂呢还经常会暴露在盟军的轰炸机下面，所以就更不能填什么大机器了。在小而分散的工厂里面，靠人工焊接作业的方式呢会更加灵活高效嘛。而美国或者苏联他们本来就拥有大量的机床，而且坦克工厂还远远超出了德国轰炸机的射程，因此可以继续安心的添置大设备，扩充流水线，以更快的速度制造那些看起来没那么精致的坦克，以数量的优势来碾压对手。同时他们也的确不缺物资至少在美国这边，物资短缺的问题还真的就从来没有碰到过。于是铸造炮塔当然就是上选了。如何把这个世界上最长、容量最大的天然气管道之一北溪2号安装到波罗的海的海底呢？这个有点意思咱们今天就来简单了解一下。首先，第一步，对海床进行详细的水下勘察，以便找出一条最佳的路径。何为最佳呢？就是一要避开沿线5个国家的专属渔业区，二要避免破坏海底沉船的文化遗产区，三要你还得要绕开水下那些1战、2战中沉入海底尚未爆炸的弹药区。当然，这个好办一点实在是绕不过去呢，就原地引爆好了。接着第二步，生产管道。巨量的管道，每根长度为12米，直径为1.15米，最里面是由钢板卷曲、焊接、拉伸、斜切而成的管道。它们由3家供应商以每天大约100个的速度生产，直到完成全部的20万根。当然，为了减少天然气在管子里面的阻力呢，它在内部涂上了环氧树脂。而为了减少海水对管子外面的腐蚀呢，它在外面也涂上了专门的涂层。就这还没有结束为了增加管道在海床上面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呢，每根管子在外面又裹上了一层厚度惊人的混凝土使原本的重量直接翻倍，从12吨来到了24吨的水平，真的是结实又抗造好，来到第三步了，在全部处理完成的管道都被运送到了沿海的储存场地之后呢，就是到海面上进行铺设了。大型铺管船，相当于是一座海上的浮动工厂，每艘呢都能供数百名工人在其中工作和生活。北溪2号动用了5艘这样的船，同时开工，最多的时候呢，一天一共可以铺设15公里。那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2根管子以双面焊接的方式预焊在一起，仔细检查没有问题之后呢，就能向前转入到中央装配线，以便跟主管道连接在一起了。这里将会有更多的焊接和检查，如果又全部检查通过了的话，那么就会最后在每一个焊缝周围再套入一个热缩管，把既能保护又能让管道稍微弯曲的聚氨酯泡沫灌入其中，生产过程就告结束了。然后就是这根一边走一边长的长管道，慢慢的沿着这根深入海里面的坡道被放到海底了。当然，这种铺管的方式呢，叫做 S 型铺管。还有一种放管道的轨道呢，是竖起来的，垂直着将管道铺进海里面的，那个呢叫做阶形铺管。两者的名称都非常的形象好了，难道全长1200公里的北溪就是这么简单的被直接放到海底就算完了吗？实际上由于管子本身是有一定的柔韧性的，大部分地方呢都可以是这么直接放下去不管的，只有以下这几种情况要稍微麻烦一点。浅水区，由于波浪和水流会影响到管线，所以在这里它是被放置在提前挖开的槽里面，等放好之后呢，再重新回填好的。2. 跨度较大的崎岖海床区，管线在这里是需要一定的支撑才行的嘛。这种情况下呢，它就需要有一艘岩石倾倒船在前方作业，提前将这个地方基本填平才行。最后还有呢，是已经被其他海底管线占领的区域啦，比如电力管线、电信管线等等。那在这里就需要设置专门的岩石垫层，保证交叉路口的各路管线互不影响才行嘛。最后还剩一步了，就是这么长的管线，你总得要分成几个部分同时作业嘛，同时往海里面铺设的嘛。那好，最后的几个接头，它们都是在海里面的，怎么接用起重船把它们给吊到海面上来接嘛。首先，这需要连接的2段管线之间呢，得有一段交错的预留空间才行。然后潜水员会潜到水底，将2个浮力罐呢分别装到2段管线的头上，好让它们更容易被吊起来。然后就是起重船的大力出奇迹了将2个接头部分吊出水面。当然，
由于这里是需要进行切割的，所以表面并没有裹上混凝土，也其实就轻了不少啊。于是在这个平台上，两段钢管被切平、对接、焊死、测试，最后再裹上混凝土，重新吊回到海底，整个工程就算完成了。耗时多久呢？从2016年开始到2021年结束，整整5年时间，花了100个亿美元，却只工作了0个小时，是不是有点讽刺啊？我们都知道，在空气中跑快了之后，就需要考虑气动外形了。所以跑车会升起尾翼，飞机会削尖脑袋，速滑则需要先把自己装扮成外星人。那么要是再快点呢？比如比音速还要快上很多倍，就要用上乘波体了。就像东风17导弹那样，长得既不尖也不圆，而是一副扁扁的造型，却能够打出10几倍的音速。好，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乘波体？为什么乘波体在速度上更占优势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把它讲清楚。在空气中运动的物体有一个坎儿，那就是音速。因为一旦超音速之后呢，就会碰上音障，产生激波，导致阻力大增，效率骤减。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产生的。空气也是实体，所以当物体在空气中前进时，实际上是需要将自己前方的这一团空气给推开才行。我们把前方这一团空气想象成一个完整的球体，推动空气前进的是一辆行驶速度很慢的小车，所以它推动空气球的过程也是很慢很慢的，已经慢到我们肉眼可见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这个空气球先是被小车挤压，然后恢复原状，再之后呢往外弹开，跟高速摄影机下的网球很像。这个挤压、恢复、弹开的过程在现实当中虽然很快，但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让小车加速，不断的加速，一直加速到在挤压了前面的空气球之后，还没有等到它恢复就又往前挤压了的程度。此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因为每个空气球前面还有别的空气球，于是这个空气球就会去压缩下一个空气球，下一个空气球又会去压缩下个空气球，就这样传递下去啊，最终形成了一连串都来不及恢复原状的压缩空气球堵在小车前方了，就像是某种看不见的障碍物。那么小车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才会使前面的空气球来不及恢复原状呢？答案就是音速，因为声音传播靠的就是空气的压缩与复原，所以空气压缩再复原的速度呢，就是音速。这个障碍也就很自然的叫做音障了。此时运动物体前方的空气在不断的挤压并且来不及复原的情况下呢，密度陡增，而它两侧的空气并没有被挤压，密度也没有发生变化，于是在这两种不同密度的空气之间就会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便是激波了。尖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斜激波，圆头的物体产生的是正激波，这两种波都会带来很大的阻力，降低物体前进的效率，而乘波体却似乎毫不受此影响。那是不是意味着乘波体就不会产生激波呢？当然不是啊，它也会产生激波的，但人家却会利用激波。准确点说是把激波当成风火轮，然后踩着它一路狂奔。从风洞成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当一颗传统的圆锥形弹头在超音速下飞行时，气流会在弹头尖端发生偏折，并画出2道激波。经过激波的气流压力瞬间上升，于是便立马形成了2个高压区。这2个高压区上下分布均匀，压力相等，所以相互抵消，既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也没有带来什么坏处，感觉就这么白来了一刀。但剩下的由激波带来的阻力却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工程师就思考，有没有什么办法既不让高压浪费，又不让阻力作祟呢？当然是有的。其实从这幅图中我们就能够得到启发。你看，要是我们从中间将这枚弹头一分为2，并且拿掉上半部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个时候上表面与气流方向是平行关系，所以流经上表面的空气是不会发生偏折的，也就不会产生激波。整体上看阻力少了一半，向下的压力全完，弹头就只会受到来自于下表面向上的压力了。此时的压力你也可以把它叫做升力。所以乘波体为什么叫做乘波体就是因为它是乘坐着激波飞行的，别人被激波干趴，它却把激波骑在胯下。这让我想起了孙悟空和筋斗云之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2维的乘波体推出成3维时，它长得就像是一块蝎子了。再把这块蝎子的顶面对准气流方向，它就成了一个纯粹的升力体了。这样的升力体真的能飞吗？看看美军的这3兄弟就知道它是可以的。但问题是虽然是可以产生升力，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因为它下表面上的高压气体很容易就会从2侧泄漏，并流到上表面去了，使底部压力降低，升力自然也就降低了，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乘波体。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锁住这样的侧漏呢？
有的，那就是将这个楔形升力体的两端往下掰，使得基波面和它的前缘相重合，用基波面来包裹住升力体的下表面。为了更形象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专门用 3D 打印机制作了这样一个沉波体。你看它顶上的这根极在飞行时会跟气流方向保持一致，所以上面的这2个斜面呢是不会产生激波的，激波会沿着下表面产生，并附着在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平面上，就像这张纸一样，形成一个正好把沉波体底部完全兜住的平面激波面。因为气流只能单向穿过激波，一旦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样就能利用激波将高压气体牢牢地锁定在下表面上，维持住了升力。这种形式的沉波体叫做楔导沉波体，算是第1代的沉波体了。它有个变体，就是像图中这样长得圆滑一些的，但由于产生的激波面依然还是一个平面，所以呢还是叫做楔导沉波体。那它有什么缺点呢？因为实在是太扁了，很难装下导弹的引导头和战斗部，所以基本没有太大实用价值。于是我们就迎来了第2代沉波体，它的激波面不再被局限于一个平面，而是采用圆锥面，所以叫做锥导沉波体。思路跟上一代一脉相承，也是让激波面来包裹住沉波体的整个下表面，并防止上表面产生出激波。但由于激波面鼓起来了，所以也就让沉波体鼓起来了，空间一下子就得到了解放。锥导沉波体也因此开始进入了实用阶段。我们的东风17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所谓沉波体，就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外形设计，让锥形的激波面包裹住飞行器的下表面，利用超音速产生的高压区，让飞行器的升力更大，阻力更低，就像骑在激波面上一样，轻松飞出数倍于音速的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后半段理解起来可能有点难度，需要你有较好的空间想象能力，大家尽力而为吧。看没看懂呢，都留言来告诉我一下。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以前就很想不通，这上山明明是在抵抗地心引力拼命的做工，而下山则是把引力变成了朋友，勾肩搭背一起往下溜，哪个难哪个容易，不是相当明显的吗？事实证明我那会儿要不是因为太年轻呢，就是因为考虑问题太草率。直到现在我在下山时开始腿抖之后，才深刻的意识到古人的智慧，你要细细体会。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就来汇报一下我的体会。首先第一点如何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上山容易下山难这一现象，然后再说说我分析总结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最后再给你爆一个你之前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大料，增加你的谈资。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了其实有3个科学角度能够把上山容易下山难解释得通的。第一个角度是力的叠加，不管是上山还是下山，重力的方向呢始终都保持不变，指向地心，但我们自身的作用力方向却是有变化的。上山时自身的作用力方向是向上的，与重力的方向正好相反，呈平衡状。除了费点力气以外呢，危险性很小。下山就不同了，重力还是向下，自身作用力却也变来向下了。这个时候2个力之间的平衡就不好掌握了，处理不好，前冲的力量过大，是容易发生危险的。第2个角度是我们的肌肉运作方式。对登山来说，最重要的是大腿前面的肌肉股四头肌。这块肌肉在上山时会边缩短边施展力量，下山时则边拉长边施展力量。前者称为向心收缩，后者称为离心收缩。前者对肌腱而言是自然的收缩方式，但后者则不是自然的收缩方式。你想，不自然的收缩方式持续的过久，是不是也会让你的动作不自然起来呢？腿部不自然的颤抖，不自然的摇晃，不自然的使不上劲，多危险啊！第3个角度还是跟力有关，不过这次是腿部受到的冲击力了。一项实验表明，当我们在进行平地步行和爬上落差30厘米的台阶时，腿部受到的来自地面的冲击力几乎是相当的。而当我们在进行平地慢跑，走下落差30厘米的台阶时，着地瞬间腿部所受到的冲击力量是前者的2倍。换句话说下山时在你的眼里面看起来你是在步行但在腿的眼里面看起来呢，这是在慢跑呀。这是一个受到了巨大压力的运动难怪下个山都容易造成膝盖和腰部的疼痛了。你要是把它当成是慢跑了一场的话，就能够想得通了。所以现在就来到了怎么办的环节。好办上山自己爬，下山坐缆车，完美。毕竟补充卡路里比修复膝关节简单太多，也便宜太多了。实际上考虑到放假人多，坐缆车要排队，我已经提前把缆车坐过了。你看四面通风，独立交香，低调奢华，就是它该怎么动起来呢？
当然，真正的缆车是怎么动起来的呢？我想我们都应该是知道的，就是靠把自己固定在运动的缆绳上，然后跟着缆绳一起上山下山的。但真的就这么简单吗？我始终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那么就真的去做一趟吧。为了验证所有缆车都是固定在缆绳上这个假设，我专门测试了缆车上行和下行所花费的时间，不出所料，两者完全一致。可见，在整个过程当中，缆车跟缆绳之间应该是不会发生位移的咯。这就更加肯定了我之前关于它是完全固定在缆绳上的想法。但等等，这个到中间换站的这个到底它是怎么突然这么慢的呢？怎么做到的？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就在一瞬间，我突然反应过来，之前觉得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在哪儿了？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每当缆车一进站的时候，它就会慢下来。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可以让我们上下车，然后到了快要出站的地方，又迅速恢复成原来的速度。如果缆车是固定在缆绳上，靠缆绳的移动来移动的话，这就非常奇怪了。这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会至少有一辆缆车在进站，而它一进站，整条缆绳上所有的缆车都应该慢下来，直到它出站之后才会加速。但此时又会有另外一辆缆车进站了，于是整个缆车系统应该都是以一种速度，而且是很慢的速度在运行啊。但事实显然不是啊。哎呀，这可急坏了我的好奇心，于是马上就是一通查找资料的操作。终于我可以坐在这儿跟你汇报结果是什么了。原来缆车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固定在缆绳上面的。先让我们来重新认识一下它的结构。坐人的部分叫做车厢，车厢顶部连接着的叫做握臂，握臂上方抓住缆绳的叫做握锁器，就它了。而它呢，就有点像我们用的夹子一样，是可以张开合拢的，并且呢，连力量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强力弹簧。在车厢即将进站的时候，原本握紧缆绳的握锁器会被一个专门的轨道放松，就像是有一只手把夹子捏了一下一样。于是呢，握锁器和缆绳就在一瞬间分开了。与此同时，握锁器旁边的滑轮会让车厢顺势滑进站内的另一个轨道，这个轨道由小型的驱动轮来驱动，使脱离了缆绳的车厢慢速的继续前进。当这段站内轨道与原来的缆绳线路交汇，也就是车厢准备要出站的时候呢，握锁器会再次被捏一下，然后握紧缆绳，依照之前大型驱动轮运转的速度快速的向前滑行。好了，相信你应该已经听明白或者是看明白了吧？这对我而言的确是又增长了一个看似没用的知识，但至少它在让我保持永远好奇这条路上又迈进了一步。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又到了蚊子最猖獗的季节了。记得以前我有个来自英国的朋友在南京待了几个月，然后就跟蚊子战斗了几个月，并且还咬牙切齿的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小恶魔。说实话，这个称号蚊子当之无愧，我们常常会被它小巧的体型给蒙蔽。但夏天里围着你嗡嗡叫的这些家伙，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没有之一。历史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都是由蚊子杀死的。而近20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平均每年死于蚊子叮咬的人数达到了200万左右。我们这些能够在蚊口下脱险的人真是万幸啊！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总是有那么1-2个人特别受蚊子的欢迎，就像是一块吸铁石一样，用强大的磁力把蚊子全都吸引到了自己身上，从而换来了同胞们的安宁。我的那位英国朋友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特别爱跟他待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是火箭叔，今天我来讲给大家听。孙子告诉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先来了解敌人。蚊子之所以致命，除了它能携带大量有害病毒，比如疟疾、登革热、寨卡热等等，还有就是它那张无敌的嘴巴了，因为人家自带餐具。吃螃蟹讲究的人要用蟹8件，看起来蚊子也是挺讲究的，尽管没有8件，但是也有6件。在显微镜下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蚊子插到你肉里面的哪里只有1根管子呀，那明明是有6根，分工各有不同。最外面的2根是用来穿透我们皮肤的，在它们的头部有细微但却非常锋利的锯齿，可以切肉于无形，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往里面走，挨着它们的是2根用于将组织扒开的细针，就像是2根在青椒堆里面找肉丝的筷
筷子一样，他们扒来扒去的是为了找到毛细血管，这个就是一个纯粹靠运气的活了。运气好，吃饱一顿还能跑；运气不好呢，扒了半天啥也没吃到，还触发了警报，被拍死的也比比皆是啊。如果被你拍死的蚊子留下了一滩红色的血液，那就说明它至少算运气好的了。在找到血管后呢，用中间的那根粗针已经将血液吸到了自己肚子里面，与此同时还剩一根管子，对吧？那是他吐口水用的，他将一些化学物质吐到了我们的血液里面，从而使血液更容易流动，它也能够更快的吸饱。真是可恶啊！这些口水不仅让我们奇痒无比，或许还有额外的惊喜，那就是各种各样的病毒与细菌了。好了，说到这儿，我有一个提议，大概没人会反对，让我们组团把蚊子统统灭绝如何？毕竟人类干别的不行，但在灭绝物种方面还真是天赋异禀啊。可惜啊，可惜！尽管从民间到实验室，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有物理的，有化学的，最后甚至动用了基因工程，用基因改造来让蚊子只会生出不吸血的男宝宝，但结果还是蚊子屹立不倒。难道来一次正义的灭绝就那么难吗？好吧，既然干掉对手并不现实，那就改为防御吧。如何才能让这些吸血鬼远离自己呢？你肯定关心吧？很简单啊，找一个比你更招蚊子的人紧贴着他不就完了吗？哈哈，开个玩笑啊。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总有人更招蚊子喜欢呢？有些人可能会说这跟血型有关，但两个相同血型的人坐在一起，大概率也会受到蚊子不同程度的攻击，该怎么解释呢？于是我们还是得上升到基因层面。现在有一些研究证明啊，我们身体里面某些基因片段的区别，可能导致了你更容易或更不容易被蚊子给叮上。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研究人员暂时也是两眼一抹黑。所以鉴于基因你既改不了，还会被遗传，我就只能祝你好运，不是那种天生就爱被蚊子叮上的人了。话说回来啊，即使你不是一个天生就招蚊子爱的人，但也会时不时悲催地发现自己变成了蚊子攻击的对象。难道我基因突变了吗？实际上，蚊子之所以找上你，除开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原因外，大概还有以下5个原因，你可以自查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呼出去的二氧化碳了，因为二氧化碳是帮助蚊子找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们的口气里面拥有3种不同类型的嗅觉细胞来定位二氧化碳源，所以通常在你运动之后大口喘气的时候呢，蚊子就纷至沓来了。另外，孕妇、小孩他们的新陈代谢率比较高，呼出的二氧化碳也比较多，自然也就会成为蚊子的首要目标。如果你不想被叮，那就屏住呼吸吧。这大概不是什么好主意啊。总之，注意我说的以上情况，特别留意就好。第二点，蚊子爱汗水。其实啊，严格点说呢，应该把上面的水字给去掉。蚊子爱的是汗水蒸发出去的气味，这些气味大部分是由我们皮肤上居住着的细菌所形成的，所以皮肤细菌越多的人，自然也就越招蚊子喜欢。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讲卫生，勤洗澡了，身上没味儿，招人喜欢，招蚊子恨，一举两得。第3个原因你要特别注意了，我曾经讲过一些寄生生物改造宿主的例子，实际上我们身体里面的寄生生物同样会改造我们，比如蚊子传播最多的疟疾就是由疟原虫造成的，而如果你是一个隐形的疟原虫携带者的话，你体内的这些寄生虫就会让你散发出对蚊子而言更加香甜的味道，以便吸引蚊子叮完你之后顺便带它们一程去感染其他更多的受害者，有点细思极恐啊。第4个原因有可能出现在你穿的衣服的颜色上面。研究表明，蚊子更喜欢去叮穿深色衣服的人，比如黑色、蓝色、红色。而如果你穿的是白色、黄色，则可能躲过蚊子的视线了。考虑到夏天穿浅色的衣服本来就比较凉快，所以这点注意起来还是相当容易的。最后一点居然跟喝酒有关。通过实验研究啊，科学家发现喝酒前和喝酒后，同一个人对蚊子的吸引力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难道蚊子也喜欢微醺的感觉？同样，科学家也只能告诉你，结果就是这样。至于为什么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吧。既然夏天喝啤酒很般配，那就请喷上双份的驱蚊水。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在评选2战中最好的坦克时 ，M4 谢尔曼很少被提及。很多人会说它的创新性不如 T34，它的装甲和火力不如豹式和虎式。它一点就着，人送外号活棺材。如果硬要说它有什么优点的话，顶多就是生产方便，可以大量装备。所以它能够干掉豹式，要么是运气，要么就是以多欺少了。不是一直都有那个说法吗？5辆谢尔曼才能够干掉1辆豹式。在电影《狂怒》中，布拉德·皮特就带领我们认认真真的领略了一番。What do you want, Tom? All right. Stop. Fire. Oh yeah.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作为我个人最喜欢的二战坦克谢尔曼的故事，今天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了。二战当中，美国陆军在坦克方面的确是相对比较落后的。1939年，在二战前夕的欧洲，美军的坦克实力只是个2级力量，数量上还没有意大利或者是波兰陆军的多，装备的也是设计蹩脚的 M2 中型坦克，完全没办法跟强大的德国坦克相抗衡啊。于是，在法国快速沦陷后，盟军意识到他们必须要升级自己手上的装甲战车了，一刻都不能等。所以M3被设计了出来。它算是美国设计的第一辆现代坦克，不过完全模仿的就是法国的 B1 重型坦克而已。车身上装着固定不动的，应该说是只能稍微上下移动的75毫米主炮，而可以旋转的炮塔上却只装着打不穿任何装甲的37毫米机枪。这就让 M3 在作战的时候呢非常尴尬了。如果想要用主炮来打敌人，首先需要把自己的整个车身暴露出来，其次还要旋转整辆坦克才能够瞄准目标，既危险又笨拙。其实工程师当然都知道这些，他们也想要将75毫米的主炮装进炮塔里，但这将带来许多设计和制造上的挑战。比方说，怎么才能设计出能够建造大炮塔环的设备？比方说，怎么才能够铸造出足够坚固的车身以承受大炮塔等等。这些挑战在短时间之内还很难越过，所以就只好一边先拿着 M3 顶上去，一边抓紧时间搞开发了。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M4 也就是 M3 坦克的替代型号，于1941年的2月份就开始设计了，而要到4个月之后的1941年6月，它的前一代 M3 坦克才实际进入生产，而仅仅又只过了3个月 ，M4 坦克的第一辆样车 T6 就已经下线了。它跟 M3 共享同样的底盘，但上部结构却彻底不同，因此终于可以装配75毫米火炮的炮塔了。又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大量修改之后，1942年2月，美国俄亥俄州的利马机车厂里面，第一辆 M4A1 中型坦克诞生了。它采用整体铸造的外壳，装着旋风战斗机的引擎，顶着既可以打穿甲弹又可以打高爆弹的75毫米火炮，满足了盟军在这一时期对自家坦克的一切想象，一上战场就受到了欢迎。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可以经常听到对 M4 坦克的负面评价呢？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但下面几个事实就足以击破那些传言了。先说它到底有没有创新性啊？相信这段坦克炮上面盛啤酒的视频很多人都看过。在上下颠簸的车身上，始终让炮管保持稳定的是陀螺仪。但你知道吗？其实在 M4 的炮管上就已经装着陀螺仪了。它装着的是单轴陀螺仪，靠陀螺仪将炮塔上下移动的角度转变为2路不平衡的电流，然后不平衡的电流再控制2个电磁液压阀，于是多释放出来的液压就将少释放出来的液压给推平了，也靠着活塞把本来该被炮塔带着上下移动的炮管推平了。所以 M4 即使在运动中开炮也能够有很好的准头。你说它的创新性如何呢？对了，同一时期的德国那些虎豹什么的，可是没有这玩意儿的哦。另外 M4 的悬挂系统也很先进，一开始它用的是跟 M3 一样的垂直螺旋弹性悬挂系统。什么是螺旋弹性悬挂呢？跟使用弹簧的悬挂不同它获取弹力用的是一种像蜗牛壳一样卷在一起的钢片。这样的结构可以允许每层钢片彼此划过，从而获得更大的压缩极限。于是垂直螺旋弹性悬挂系统就可以在更紧凑的空间里面承受更大的载荷，并且还更易于维护和更换。这又该怎么算创新性呢？还没完由于一开始的 M4 只使用了单排的负重轮，所以履带较窄，泥地、雪地、沙地等恶劣土壤条件下表现就不佳了。到了后期呢，双排负重轮的加宽履带版 M4A3E8 升级了出来，履带宽度来到了夸张的将近60厘米，悬挂也换成了水平螺旋弹性悬挂系统，能够方便的支撑起双排的负重轮，还在中间多加了一根液压的减震器，从而增加了悬挂系统的整体寿命，也该算成是创新吧。其实整个 M4 系列一直就在不断的升级，从维护不变的铸造外壳升级到焊接外壳，并且逐渐将薄弱的焊缝减到最少。从倾角57度的前部装甲升级到47度，从而给了成员更大的舱口空间和逃生机会。从75毫米的火炮升级到更加强大的76毫米火炮，于是开罐头变得更容易了。
弹药舱也被升级为湿式的，每一枚炮弹都被装满了由水、防冻剂、防锈剂制成的凝胶状物质的罐子给隔开，即使在被击中后，也能够在流出的凝胶的帮助下有效的抑制燃烧，所以它怎么可能是个活棺材呢？又有逃生空间，又有逃生时间，这个说法明显不合理嘛。其实啊，战后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对谢尔曼坦克在战争中的表现做过评估。美方的结论是，一辆谢尔曼的平均作战效能比一辆豹式坦克高 3.6 倍。英国的结论也差不多，是豹式的 2.2 倍。通常认为，只要这个数字达到3倍，就属于绝对的优势了。听起来好像跟常识不符，对吧？豹式坦克怎么可能比谢尔曼差这么多呢？不可否认啊，豹式的确非常先进，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人在其中起到的关键因素啊。随着战争打到后期啊，训练有素的德国坦克兵越来越少了。拿1944年9月的阿尔拉库尔战役举例，美军第4装甲师在只损失了25辆谢尔曼和7辆反坦克车的情况下，摧毁了总共285辆德国的坦克与装甲车，其中更有大约100辆都是新型的豹式坦克。所以5辆谢尔曼才能干掉1辆豹式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看起来反过来才对啊。我估计是这样的，因为美军一个坦克排的编制就是5辆坦克，不管打的是谁，端掉一个机枪阵地还是轰掉一辆虎式，最小出动的单位也就是5辆谢尔曼，所以才有这个1辆顶5辆的说法了吧。好了，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谢尔曼的故事了，当然肯定遗漏了很多，欢迎大家来补充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知道吗？哈勃太空望远镜在刚刚上天的时候就是一个笑话，因为在花了20亿美元，用了15年时间，好不容易从挑战者号灾难走出来之后，发射上空的望远镜居然是一个近视眼。一时间啊，舆论哗然，团队低迷 ，NASA 变成了所有人取笑的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哈勃团队一度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在上天之前呢，他们确实是把所有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仔细考虑过了，甚至也曾经担心过哈勃会拍出模糊的照片。但事后证明，他们原本的担心是有点太过高级了。因为跟坐落在地面上的望远镜不同啊，哈勃望远镜将以每秒接近8公里的惊人速度围绕着地球旋转，而这样独特的运行方式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那就是它将免不了要做一些翻滚动作。但对于一台望远镜来说，天生好动显然不是什么优点啊，所以为了帮助它对抗天性，哈勃团队想到了陀螺仪。于是有史以来人类制造过的最精密的6个陀螺仪被安装在了哈勃身上。好了，这就是最有可能引起图像模糊的因素，现在解决了。1990年4月24日，发现号航天飞机搭载着哈勃顺利升空，接着顺利部署，顺利返航。2个月之后，第一张哈勃照片如期传回地面，结果显示哈勃团队发射了一台业余望远镜到了太空里面。因为最精密的陀螺仪没有出现问题，反倒是最不该出错的反光镜却犯下了一个业余天文爱好者在制作望远镜时才容易出现的问题——球面相差。也就是说，本应该将所有的光线精确的汇聚到1点的反光镜，却由于某些错误没能够将光线很好的汇聚。放在哈勃那面直径2.5米的大镜子上，团队估计可能是一个不超过1/50头发出现的区域出了点岔子，这也真够悲催的啊！但沮丧之余，修复成了唯一的方案。毕竟被嘲笑3年可以忍，但就这么一直被嘲笑下去 ，NASA 完全忍不了。经过了几个月的艰难搜索之后呢，哈勃团队找到了办法。他们决定，既然哈勃天生不幸患上了近视眼，那既然是近视眼，当然得戴眼镜啊。是的，他们为哈勃准备好了一个视力矫正系统。在经过了为期5天的太空维修任务之后呢，哈勃最终恢复成了我们今天都认识的哈勃了。魔咒解除，辉煌之路就此开启。30年间，无数震撼的宇宙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这些不光是美丽无比的图像，它们中的每一个像素都在帮助人类解开更多的科学谜团。我说的这句话可不是一种修辞手段哦，它描述的就是事实本身。比如非常著名的哈勃升空照片。1995年，哈勃团队准备做一次有争议的尝试。怎么还嫌之前的争议不够吗？那就是把它对准一片从来没有人观察过的区域，测试一下他们的宝贝哈勃到底有多强的观测能力。要知道，浪费宝贵的观测时间去做一个没有明确目标的事情，的确是要赌上挺大的风险的。万一啥也没看到，不又要被人嘲笑一番了吗？估计是他们想着，你们再嘲笑还能超过上一次吗？不怕。于是，在1995年12月18日，科学家将哈勃对准北斗七星上方一片跟针尖一样大小的暗淡区域，用接下来的10天时间，在4种不同的光线波段拍下了342张照片。在经过合成处理之后呢，成千上万个遥远的星系呈现在科学家眼前。画面上的每一个物体，包括那些微小的蓝色小点，都是穿越数亿、数十亿、上百亿光年来到我们眼前的另一个神秘世界。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是在宇宙诞生仅仅10亿年之后，就向我们送来了问候。哈勃太空望远镜简直就是一台时光机，带领着我们一路回到
几乎是宇宙的起点。这张照片，星系编号 GNZ11，位于320亿光年开外，哈勃拍摄于2016年，而它的光则是在134亿年前发出的。那个时候，宇宙大爆炸才刚刚发生4亿年，这是迄今为止哈勃帮我们追溯到的最遥远的过去和最遥远的距离了。站在时间和距离的远方，我们得以找到一个 VIP 座位，观看整个宇宙的演化与转变。所有的这一切都开始于哈勃太空望远镜。让我们再一次回顾这些精彩的瞬间。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瑞士是著名的中立国，连2战被轴心国和同盟国完全围在了欧洲的中央，也保持了中立。我以前会觉得这挺好的，只要宣布个中立就能够避免战争。可事实证明那是太傻太天真了。瑞士的中立，或者说是所有的中立，都是靠肌肉给换回来的。有一个关于瑞士的传说是这么讲的一战前夕，德皇威廉2世访问瑞士，他被安排观摩了一场瑞士军队的演习，然后还被告知呢，像这么优秀的军人，咱们可是有50万的后备啊！德皇一听，哟吼，50万不少啊！但我也不能怂于是就不无威胁地问道：“那我如果派100万人来进攻瑞士，你们的这些后备军人会怎么做呢？”瑞士将军很淡定地回答道：“他们会开2枪，然后回家。”可不是吗？50万乘以2就是直接把你派过来的100万人给放倒了。瑞士将军的回答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吹牛因为按照德国的标准，有超过1半的瑞士人都可以算作是神枪手，而瑞士也的确就是人均神枪手最多的国家了。实际在历史上呢，瑞士人从来就是骁勇善战的，甚至还常常被其他的欧洲国家雇佣来为他们打仗呢。所以中立可并不是把2手一摊这么简单。再说回2战瑞士人呢其实是用了3招特别瑞士的方式才保持了中立的。第一招叫做埋炸弹。我不是说好要中立吗？那我不往外扔炸弹，往自己家里面扔炸弹，总没问题吧？万一你德国和意大利不尊重我们的约定，要越线进来的话，我至少可以让你们进来的痛苦一点，也缓慢一点嘛。在分析了自己与外界所有的交界点之后呢，他们把一切可能被用来入侵的通道全都埋上了炸弹。不管是道路、桥梁、隧道还是山口，做好准备，一旦发现有别的国家的军队踏入呢，就按下按钮，切断这些通道，阻断他们入侵的步伐，为自己退入山区争取时间。瑞士人在这方面做的有多彻底呢？你看这些道路中央的正方形盖板，他们就是安装炸药的校门了。这座桥连接瑞士和德国，建于2006年，由2国共同布设，但在另一边施工的德国人绝对想不到当大桥合拢通车时，瑞士那边已经在里面装满了炸药了，真的很瑞士，有没有？再看第2招既然要退，那就要有退的地方嘛。瑞士有大片的山区，而瑞士人又恰恰特别善于钻洞，两者一结合呢，就是阿尔卑斯山区数不清的堡垒、掩体和隧道了。而且里面物资充足，功能齐全，武装到位，一旦战争开始就可以马上投入使用了。这个看起来应该是个谷仓吧？但其实呢，它是一个堡垒，里面是隐藏了炸药补给和一帮随时准备战斗的人。这样的伪装在瑞士山区随处可见，谁吃了豹子胆敢不自量力的往里面闯呢？好，最后来看第3招既然中立了，那咱就跟大家愉快的做生意呗。管它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管它是火炮还是黄金只要有钱就挣嘛。实际上这正是瑞士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了，因为它不仅通过贸易为希特勒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还凭借自己中立国的身份帮助他们储存了大量从侵占地搜刮过来的金银财宝和艺术品，十足的发了一笔难看的战争财当然，站在瑞士人的角度呢，这件事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只不过是做了他们认为最能够避免战争所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已，能有什么错呢？于是他们保持了中立，不是通过握手握来的中立，而是用威胁和防御换来的中立。正如那句谚语说的，为了保持和平，你必须要拥有大炮。
万米高空监视对方，对于美国来说早就不是一件新鲜的事了。从早期的 U2、SR7 到现在的 RC135全球鹰，从飞机到卫星，从胶卷到数码，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想要窥探全球的做法。但野心也是需要建立在实力之上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谈野心，就谈谈这能够支撑起野心的背后的技术。机载相机就是装在间谍飞机或者是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相机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都太熟悉相机了。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太熟悉相机了，才让我意识到这间谍卫星上面的相机有些不太寻常的地方。比方说它的分辨率，尽管远离地面几十甚至上百公里，但依然能把这里拍得清清楚楚。你想这有多厉害啊？我举个例子啊，就好比你约人去爬南京的紫金山，然后你说，嘿，我来给你们拍张合影哦。但是等等，我的相机是架在常州的，所以你们的 pose 要摆久一点哦。从常州拍出南京紫金山上面的人像照，这够不可思议吧？但也许你会说，切，哈勃望远镜还能拍出几十光年外的星系写真照呢，这才几十公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好吧，你的质疑是有理有据的。实际上啊，美国最新一代的索眼间谍卫星，从外观上看起来呢，就像是另外一台的哈勃。我们当然也有理由相信啊，它往另一个方向看，也能发挥出同样的水平了。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不管是 U2 还是索眼，它们不都是在高速运动吗？为什么拍出来的照片就是没有运动模糊呢？因为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经验里面呢，想要拍出清晰不模糊的照片，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比如手要够稳，你最好是别动，当然模特不动也是最好的。实在要动啊，那就只好用高速快门，速度快到能把模特的运动给凝固住。那光圈就要够大，感光度就要够高，才会不至于曝光不足。那想要把一个速度是每秒几公里的模特给凝固住，需要怎样的快门、怎样的光圈、怎样的感光度啊？怎么想也不现实啊！之所以觉得不现实呢，是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谁也不会这样去拍照的，不会从常州拍到南京。其实，随着距离的增加，想要把运动凝固在快门里面是越来越容易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就明白了啊。假设一个视角为 n 度的镜头拍摄两个在以同样的速度移动的物体 A 和 B，A 离镜头近，而 B 离镜头远，在同样的快门时间 t 里面呢，从镜头看出去，这个很重要啊。A 移动的相对距离是大于 B 的，而且我们显然能够看得出来。随着距离被越拉越大呢，这种相对运动的速度也在越压越小。同时你还能注意到，如果镜头的视野越大，相对运动的速度也是越小的。它们之间其实是有非常明确的函数关系的。要是你已经知道或者感兴趣想要算一算的话，别忘了留言分享出来哦。当然我也做了一下简单的计算啊，拿世界上第一个间谍卫星系统美国的光晕计划卫星来举例啊，它的平均飞行高度在240公里左右，上面装着3台相机，其中一台是专门拍摄索引照片的，其视角是74度，飞行速度我实在是没有查到啊，就算它是以低宇宙速度在飞吧，也就是每秒7.9公里。那么来看看镜头中的相对速度应该是多少呢？差不多就是22米每秒，一辆在街道上开的稍微快一点的汽车的速度，1/5秒的快门就足够凝固住它了，根本没有那么夸张，对不对？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装到了卫星上面的一个原因了。那个时候的相机技术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了，只需要换上更加优秀的镜头，增加它的焦距，就能够满足空对地的偷拍需求了。就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光晕间谍卫星吧，它上面不是装着3台相机吗？其中一台是我们刚刚拿出来做计算的索引相机，而另外2台则是背靠背的呈15度倾斜的全景相机了。之所以用全景相机，当然是为了获得更大范围的拍摄面积，而之所以用2台，你猜猜有何用意？是为了获得立体的画面，这样的话图像分析员甚至连画面中物体的高度也能够知道了。这些都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技术好讲的，我唯一想讲的是，你也许已经意识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相机技术是很成熟啊，柯达公司也正在如日中天。柯达生产胶卷的柯达，对啊，那个时候的照片不都是用胶卷拍出来的吗？那他们怎么能从卫星上用无线电传回地面呢？好玩的就在这儿了，他们压根儿就不是被传回来的，而是被扔回来的。每一枚光晕卫星上都会携带4900米长的70毫米特殊胶片，没错，他们就是柯达生产的。他们一边拍呢，一边就被卷回到卫星头部的储存舱里面。
等拍完之后，这个带有隔热罩的胶卷储存舱就会从卫星上面弹出，重新返回大气层，接着在距离地面18公里处呢抛掉隔热罩，打开降落伞。你以为美国人会等着它落到海面上再开船过来回收吗？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当然只能选在一个人见不到的地方啦，那就是在空中。不等胶卷落地呢，一架等在附近的空军飞机就会飞过来，张开专门的爪子把它给抓住，然后带回基地。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神啊？难度那是相当的高啊！可见冷战中美国为了获取苏联的情报也是蛮拼的。对了，那枚已经把胶卷拍完了的卫星该怎么办呢？请问一次性相机用完了你会怎么办？扔了呗。这大概就是历史上最贵的一台一次性相机了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有趣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把舰载机安全地降落到航母上，的确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啊。但它毕竟是航母嘛，够大也就够稳。那要是比它小得多的驱逐舰、护卫舰、巡洋舰，在遇到恶劣海况上下左右一起翻滚时，还想要回收自己的舰载直升机，这面临的挑战又得是多大呢？实际上，我们也许高估了它的难度。它们不仅能够降得稳，甚至有些情况下还几乎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操作啊，只要放心地把控制权交给自动泊车不好意思，错了，自动降落系统就好了。所以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发现加拿大人呢特别擅长发明能够抓东西的玩意儿。国际空间站上的机械臂叫做加拿大臂，那是因为它就是加拿大人发明的。而最早想到要在海面上把飞在空中的舰载直升机给抓下来的，也是加拿大人。他们发明了这个被俗称为 Bear Trap 捕鼠器的直升机牵引和快速保护装置。是的，后者才是它的正式名称。它能够允许直升机在波涛汹涌的6级海况下，降落在左右最大各30度、前后最大各9度、疯狂翻滚摇晃的小型船只上，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这个就相当厉害了啊！可以说它的出现呢，彻底就改变了海战的格局。所以马上其他的海军就来抄作业了啊！那原始的作业是这么写的。首先，需要回收的直升机呢，盘旋到甲板上空，将一根带有接头的缆绳缓缓地降到船上。接着位于甲板上的船员呢，会接住这根缆绳，并将它与捕鼠器上面的拖缆接头结合在一起。这根拖缆穿过张着嘴的捕鼠器，连接到位于甲板下方的绞盘上面。一旦2个接头固定妥当，甲板上的船员就可以撤了啊。剩下的那都是飞行员与这个控制室里面的着陆指挥官密切配合了。自动液压控制系统会逐渐将拖缆拉紧，并保持一定的张力，使直升机与船的运动同步。当飞行员和着陆指挥官都认为时机已到时，则上面的会降低螺旋桨的功率，下面的会增加拖缆的拉力，直升机就这样被拉回到了甲板上。与此同时捕鼠器的开口关闭，将连接头稳稳地咬住，直升机也就被固定到了它的中央了。最后的操作就是夹着直升机的捕鼠器通过轨道系统移回到了机库里面，完成了整个回收过程。的确并不是很复杂，对不对？所以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发明了出来嘛，一直用的都还不错。但是它还是有个问题的你甲板上必须要留人嘛，在狂风暴雨的情况下，这会是非常危险的。也许直升机能够降得稳，但甲板上的船员脚一滑，可是站不稳的。不对，如果他们滑倒了，就挂不上接头，挂不上接头，直升机也就降不稳了嘛。看到问题了吧？所以这个牵引系统呢，必须得要是无人操作的才靠谱嘛。于是捕鼠器就开始升级，用激光定位而不是人手来同步它与直升机的相对位置，使其始终保持在直升机接头的正下方。一旦直升机触地它就可以马上关闭来夹住它。但这个方案似乎对飞行员的操作技术呢就要求更高了毕竟下面的捕鼠器它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由运动的东西嘛，你好歹还是要将直升机悬停到一个较为稳定的位置才行那还有解决方案吗？有的，就是它了，上面满是网眼的甲板锁定系统。这么多孔呢，就是为了给飞行员留出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嘛。它要求舰载直升机上呢有一个能够与之配合的鱼叉，当直升机下降与甲板发生接触的一瞬间呢，鱼叉马上就会咬住并锁死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孔中。接着液压系统会进一步将机身拉进甲板，此时任你船再怎么晃呢，直升机也是纹丝不动了。这个看起来才是目前的终极解决方案嘛。当然我们的舰载直升机呢就是这么干的。